你穷人就是 loser， 美国就会让街上躺很多那些loser。美国现在基本上你要说这个关税的问题90%于美国负担，我们只要懂得经济学 ABC 的人都知道啊，只有川普一个人硬凹到现在。美国是这样的，我问他经济你是可以刺激起来，你的经济景象可以比较好，可是并不代表美国人的生活会改，贫富差距会越来越严重。另外一方面呢，美国产业之间的荣枯会非常的明显，有些产业就完蛋了。美国他们目前所面临的经济问题到底有多严重？根据这个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最近丢出了一颗震撼弹，指出呢，在2036年这个时候，美国国债将会达到 GDP 的120%。报告也显示呢，光是利息的支出就将会从1兆美元暴冲到2.1兆美元，而且呢，从2026年到2036年呢，每年的赤字都将会超过 GDP 的5.6%。那有一个数据也提供给大家，2025年美国财年的这个最新完整数据，联邦政府的利息支出一共是大约9700亿美元，联邦政府全年收入大约是5.2兆美元，所以呢，利息占了收入的比例呢，大概是将近20%。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呢，赚10块钱，美国政府赚了10块钱，可是其中有将近2块钱是要来付它的债务利息的。这蛮恐怖的这代表美国政府未来不只是在花钱发展经济，而是必须有将近20%的钱是用来付这个债务的利息。那同一时间也看到美国家庭的总债务也创下了18.8兆美元的新高，等于是说呢，不只是政府在借钱连美国人民也都在借钱。债务的问题现在会是压垮美国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嘛？这个债真的是非常的惊人，我相信川普跟他的团队也一定非常的清楚啊。所以面对庞大的债务，尤其光是利息，10块钱赚进来，2块钱就要付利息，这个真的是很难想象，怎么解决这个债务问题啊？简单说就是无解啊。但是我把那个川普在选举的时候两边的阵营里面讨论的未来国债的情况跟国家财政的情况呢，把它放进来稍微解释一下。在选举的时候呢，事实上你到目前为止看到川普说他要继续增加军费的支出，那美国的军费其实现在已经低于你刚刚讲的利息支出了，它是8000多亿，利息已经到了将近1兆。那这军费支出里面绝大多数都是经常性的维运，因为美国有庞大的海外基地啦，也有它有很多的军人等等。好，那它其实在研发以及作为军事武器的支出的是非常的少。也就是因此，今天如果你坐在白宫里面，你想要去增加你的所有的预算里面，你有60%以上是不能动的，是国家的固定的法定支出，剩下的不到4%，原来以前呢有2%左右是放在军事相关的支出，就是 discretionary， 就是可挪动的，有不到2%呢是在非军事的可挪动的，所以这2%都不能动。已经满了，所以剩下的现在连利息支出都可能要靠举债，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它的债务会一直像滚雪球的往上，就是利上滚利的往上走，越滚越大。所以原来在24年的时候，我们还在讨论的是34兆嘛，34万亿，到了25年底呢，已经到了38。就今年年初开始就已经是38了，那接下来它就会更快的滚，因为它所有的部分收入的部分，企业税不能动，很少。大部分的税是来自于所得税，那是人民已经被你又需要有2017的减税法案，所以富人税你又减了，所以我们再简单的整理一下，你的收入的部分要减富人税，对，支出的部分呢本来就已经不足了，要增加军费，还要增加你的那个 debt service， 就是利息支出，你这2个是要增加的，所以你的预算的赤字一定是越来越大，这是非常明显。好，所以今天在特朗普的手中，他其实是在美国国内的财政是无解的，因此他的军费有一部分他就希望能够移转到其他的人做共同负担，对不对？然后呢，在他的国内的所有的基础建设，今天无论说大家说高铁不好啊，高速公路不好，通通没有钱。所以美国的基础建设会长期的在于低度投资的状况，只能靠有地方就会把它用各种情况的私人化、外包化，或者是做像澳洲的 Macquarie 那个银行啊，它特别常常的就是把公营的，包含了英国的 Heathrow 机场拿来包下来经营，然后固定的给政府财政支出，它得用这种财政的手段去解决它的公共支出不足。那接下来
就是你在收入的部分，就算是你要再去增加对于老百姓的税收，因为都是所得税是最大的，企业税很小，而且所得税里面的富人也付的很少。那么这个情况之下，它增加税收的结果就是老百姓可支配的所得会减少。对，那再加上你关税会让财务会让货物慢慢的会有输入性的通膨，它会慢慢的会有更多的通货膨胀，所以可用的钱是很少的。所以我先说无解。那无解的办法呢，就是你转嫁，或者是你继续举债，就是大概是这2个办法是目前特朗普的心里面的打算。那可是这个打算呢，也要在别人都同意的情况之下，所以就算是设立内人，还是要设立，要看起来很强势、很强大。你们大家通通要来跟我分配这个军费等等啊。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不是说美国会突然间的崩解，对，可是它的影响力，因为它要不断的向跟随它的那些国家要求他们做更多的相对负担，所以以前做那个大哥讲话的分量呢，事实上是越来越低，削弱。对，也就是为什么你现在会看到欧洲的很多国家，以前的中等强国跟着他走的，现在会重新的想一想。等一下我们也会特别提到哈，中等国家这个部分 ，Carney 哈，在前一阵子在这个达沃斯上面也讲的，中等国家 Middle Power 必须要团结在一起啊，他们虽然没有明讲是哪一个国家，就对抗哪一个国家，但是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美国哈。我刚刚大家提到，就让我想到一句成语，就是打肿脸充胖子，就是你的样子还是得做出来。可是呢，要怎么样让其他国家去愿意买美债啊？包括我们先前曾经也在节目当中请教倩姐，就是稳定币这件事情哈，未来是不是也会是一个方法？好，那换句话来说呢，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说，刚才特别倩姐提到说，川普他祭出了全球性的关税哈，可是呢，其实坦白说，美国人也是受害非常的严重的，因为祭出的关税并不是像是在惩罚外国，而是把成本通通转嫁给了自己人。好，因为呢，这个像是纽约联准银行的研究就指出呢，川普把平均的关税从22.6%提高到13%，那么其中呢，超过90%的成本却是由美国的消费者买单。另外呢，花旗也警告说，市场低估了通膨回升的风险。现在的环境呢，不是低通膨哦，而是结构性更高的通膨。另外，雪上加霜的看到了，美国现在也是有一种 K 型的现象哈。这个 K 型经济正在严重的加剧。美国银行报告就显示说，高收入家庭消费仍然成长2.5%啊，中产阶级呢则只有1%。最糟糕的就是低收入户哈，只有0.3%的成长，显示这个 K 型断裂正在向中产阶级蔓延。那在美国，大家知道基本的交通工具就是汽车。美国的新车均价呢已经突破了5.1万美元。那有咨询机构啊，就是 Plaid Morgan 他们的研究指出，竟然有1/3的美国人买不起新车。好，关税90%是由美国民众自己承担了，老百姓变成了关税下的牺牲品哈。但是现在通膨呢，也看到好像风险还没有完全的解除，那就让人想到说，前一阵子川普已经提名了这个 Walsh 啊作为下一任的联准会主席啊，所以大使觉得5月份后就如果没有意外的话，他就会接替鲍尔。那目前的一些分析也说他是有政策性任务的。您觉得他会如何配合川普？就是在他上任之后要配合川普，赶快的调整相关的这个经济政策，然后呢，最重要的还是以力选情。Walsh 他基本上他的权限就是能够降息嘛，对，就降息，他只能降息啊。降息的话就是通货，就是说会膨胀啊，就是说你一定把钱大家领出来花嘛。理论上很简单，领出来花，然后领出来这个怎么样？领出来投资啊，就刺激经济。对啊，不过会不会像川普讲的，经济成长到15%？哇，这打破世界纪录！你知道德国在跟中国大陆这个改革开放密切挂钩的时候，这么成熟一个经济体，它达到了6%的经济成长率，经济学家已经说奇迹啊。所以川普真的很敢讲，你没有大量的外部市场因素，你不可能造成你那个固定的市场规模，固定市场就突然变这么大。那个美国一般那个我看那个 IMF 给美国明年的这个经济成长率好像1.8吧，对，川普这个都是15。不过现在美国很难测，因为1月的数据啊，我看美国经济是很好的。
它的那个失业率往下降，就业人数往上升，然后呢，这个投资啊，还有这个储蓄率下降，都是很好的迹象啊。可是问题就变成就是说，现在美国有个问题啊，川普已经把那个很多重要的政府统计机关把它封关了，它没有官方的统计数字，对，都是这些机构、私人机构统计数字，私人机构统计它有它自己私机构的自己的利润，它有它的那个考量，利之所在啊。他今天要炒股票市场，他要做什么？他的那所有的报告，考量，但他没有公信力啊，没错，你只能参考几个凑起来看嘛。那所以现在我觉得美国现在基本上，你要说这个关税的问题，90%于美国负担，我们只要懂得经济学 ABC 的人都知道啊，只有川普一个人硬凹到现在啊。所以真正的真相，就经济真相，可能只有川普最知道。对，我跟你讲，美国是这样的，我问他经济你是可以刺激起来，你的经济景象可以比较好，可是并不代表美国人的生活会改善。这是两个分开的问题。那川普事实上的话，你也没错，你给富人降税，理论上就富人他就可以怎么样，拿更多钱出来投资做经营。那是美国富人是不是这样做呢？你也不知道。那所以就变成我是觉得川普事实上是很会搞钱的人。对，在今年日本就要有5500亿嘛，对不对？韩国也要3500亿，台湾也有2500亿，对，还有我们4年之内还要买超过800多亿的美国的货品嘛。对，他是在外面抢了不少钱啦。我觉得对美国的经济是有帮助。可是回过头来就变成就是说，你美国的经济现在的问题就是说，你有竞争力的产业就是 AI， 所以钱都在 AI 里面噼里啪啦的投资。你其他的传统产业你振兴得起来吗？振兴不起来。所以这只是结构性的问题，对。他的事就是说，某些部门会起来，可是不是很平均的。所以我认为，可是问题，美国这个社会本来就不认为你政府有救任何穷人的这个义务的，你穷人就是 loser， 美国就会让街上躺很多那些loser， 美国社会也不会去强求你的政府的，只是说我认为美国是会贫富差距会越来越严重。对，另外一方面呢，美国产业之间的荣枯会非常的明显，有些产业就完蛋了。大使，你点到一个重点啊，就是我们刚刚提到那个 K 型经济会越来越加剧就是那个 K 单就是一个往上走，一个往下走，那个有钱的越有钱。没钱的越没钱，所以其中选举对于川普来讲是非常的重要。刚才我们也提到 ，Ross 也讲说，这个要搞好经济，他必须要想办法，不管用什么方法。可是呢，最重要的还是刚才大使有点到一个重点，你要让人民对这个生活是有感的，生活真的有变好，经济有变好，怎么样让美国选民有感？你说经济方面嘛？所以刚才也提到一个数据，就是1/3的美国民众竟然买不起新车。对。其实我认为今年应该会有一些很漂亮的经济数据，经济成长率应该会很不错，而且失业率也应该还是会不错。可是刚刚大使讲数据是一回事啊，实际的感受是一回事。对，就是的确是两码回事了。但是基本上很多选区已经搞定了。是深红或深蓝了，所以摇摆的选区也不多了，所以其实不只是经济问题会是关键。对，所以除了经济问题之外，川普白宫共和党还是有其他牌可以打了，比如说移民啊，因为的确移民就是非法移民，就是入境美国的这个数字的确有降低很多，所以川普会说我这方面有成功。我说到的有做到的，所以移民牌还是有效，你觉得？我觉得有效，有效。虽然有很多人，最近几个月有很多人反对怎么执行这个抓非法移民的政策，但是我说抓非法移民在国内的非法移民跟边境的问题是两件不同的事情，所以至少我们知道，按照数字边境就是在边境从墨西哥入境美国非法
这个数字是降低很多了，所以真的有从 out of control 变成是有控管的很好，这个边境安全，所以川普一定会打这一牌了。那另外就是所谓的文化战，就是 DEI 这些东西啊，川普还是会强调，然后民主党太左了。那其实2024年总统跟国会选举，共和党打这一牌是非常非常的成功，所以共和党会在。即使你对我们共和党有不满的地方，或者你对经济有不满的，但要提醒你啊，上次不管是拜登或民主党国会，他们真的太左了，这个也有吸引力哦。但你觉得会有哪些实际的政策或者是做法，让川普就算已经讲到天花乱坠的说15%，但是问题是选民会觉得经济成长率是15%，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哦，我们都知道经济成长率不可能是15%，这个你也觉得15%太夸张了嘛？对不对？当然是很好，那就算是10%就好了。那问题是实质的做，但是我们看今天是太早了，所以关键还是在进入夏天的美国的夏天，7、8月份、9月份那个时候，看经济数据如何。但是我真的认为。目前看起来是数据不会太差。欢迎回来，继续来看最近港媒报道说，中国大陆人民银行的行长潘功胜在华盛顿出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还有世界银行的春季会议。那么先前也听到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说呢，不排除会跟潘功胜见面。那如果呢这两人会面的话呢，这可能会是关税开打以来中美双方高层首度对话。可是有个问题。这个真的可能会见面吗？因为呢，对中方来说啊，之前吃过亏啊，怕被美方又摆了一道哈。见了面之后出来，他讲什么呢？你都不知道他会怎么样去讲。好，综合法新社还有金融时报这些媒体报道 ，Bason 说呢，美中双方必须要缓和局势，双方都在等待对话。另外，他也进一步的强调说，在展开谈判之前，美中都必须先降低对彼此商品所征收的惊人高额关税，因为双方都不相信当前的高关税可以持续下去。听到这边你会觉得说，高数字不是都是美国喊出来的，川普都一再的往上加到现在245%，然后最近又说145%这个太高了，我觉得应该要调降一点哈，这个一日数变哈。美中高层现在当然是财长跟行长，我们看到先放软姿态哈。那潘功胜现在人在美国，那难道说中美在谈关税之前会先用汇率这一块来测试水温吗？玉芳委员觉得，你知道我们说做什么事要天时地利人和啊，这个天时啊是很好，因为这个时间点就刚好是 G20 的财长跟中央银行的总裁是所谓的行长。大家在一起见面嘛，所以要不碰在一起，这才20个国家，那代表就在房间里面开会，吃饭也在一起，在走廊上上厕所出来也会碰到，所以这个天时是很好的，不需要特别去找一天，因为大国为了面子嘛，要找一天谁都不愿意先开这个口嘛，开口就输了嘛，那这个讲这个天时地利啊，这个地利。因为你开会的地方就在美国嘛，华盛顿哦，所以呢，这个显然就是说，当主人的美国，当然真的主持会议的轮值是南非啦，哦，他对他来讲要请示什么也很容易啊，川普有什么看法也很容易，大家就联络上这样。人和的话是美方刚好财政部长这个贝森特，这个是鸽派，中国大陆如果要选说你这里面哪一个人。我最不愿意跟他打交道，那个节是 Navarro 嘛，这是他们中国大陆最讨厌的人嘛。对，这一大堆的麻烦都他开始惹出来了嘛。那他最愿意跟谁谈呢？如果做选择，最不愿意里面挑个最愿意的，那个才就贝森特，这是就鸽派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他们有没有特别坐下来谈，我不知道。不过双方应该是有所接触啦。只不过现在的问题在哪里？你知道，大国之间非常讲究爱面子。川普要不断的说哦，我们有通过电话，有啊，都开始在谈了，今天早上就在谈了，因为他已经等了太久，人家就迟迟不出现，他这个情人是心里非常的落寞的嘛，对不对？那中国大陆是面子问题，我不能被你逼上啊，
好像是打鸭子上架啊，所以即使有我也要否认。那川普呢，即使是很小的接触，但是一个开始，那他也要把它放大来自夸其功嘛。所以我认为是有接触啦。对，但是有没有升级到那么高的层次，然后谈那么重要问题，我不晓得。不过大陆的态度应该是说，你要跟我谈汇率，我不要，我要整个包裹起来。好，汇率、关税，这整个是关税是整个的大问题，汇率只是其中之一相关的问题而已。对，所以包裹来谈。好，因为他觉得我跟你谈汇率，一个个谈，一个被你击破嘛，所以我就要放在一起。中国大陆，我跟你讲，共产党谈判的方法、战略之一就是说，先谈大原则，大原则谈完以后再谈底下。可是大原则一谈之后，决定了以后呢，底下东西都是枝微末端了，对，那已经不那么重要。但是我觉得大陆现在以他的谈判的风格，过去的这样子几十年，他就要先跟你谈原则性的问题，先抓大方向啊。刚才委员在分享的时候，我就在想到说，会不会中美双方他们对谈的这个定义是不同的哈？比如说在这个集团体的这个会场哈，遇到了，然后打个招呼 ，hello， 然后呢，buffet刚刚好吃吗？这也是谈。但是不谈核心议题，但是呢，川普可以拿来讲，我没有谈哈，中美双方都有谈哈，所以他不是也在媒体问他的时候，他说谁谈不重要哈，那个 who 不重要，所以反正有谈有交谈就好了哈。那刚刚提到说，像金融这边中美现在俨然是在一个过招的阶段啊。另外也看到一个放软的部分啊，就是在半导体的领域啊，因为中方媒体叫快科技，他们报道说，中国大陆的海关已经发出内部通知，对部分美国生产的晶片是免征关税的。而目前传出呢，画面上我们看到的是，针对美国生产的机体电路晶片，只有储存功能就是854232这个 HS 扣税号的这样的晶片，中国大陆海关才会加征125%的对等关税。其他呢，像是854231啊，有控制功能的，还有854233有放大功能，还有这个854239有其他功能的晶片呢，海关就不再加征125%的关税。而中国的财经杂志呢，进一步询问了中国海关哦，可是海关表示说没有收到相关讯息，一切都必须要以中国大陆财政部官网发布的消息为主。好，那我要问蔡老师，就是这个时候决定有部分进口美国，就是美国生产的晶片是免征关税，它背后一定有一个战略思维啊，他们的决策的那个想法是什么？想法的话，它应该已经伤到美国的企业的利益了，因为我们刚刚从黄仁勋的一个拜访，大概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黄仁勋的话以前是穿皮衣嘛，那现在改穿西装，而且他的顺序很有意思，他是4月17日先去北京拜访，4月21日再去日本拜访，所以以北京的面子来讲的话，我已经有给你面子了。那日本的话，当然也有没面子。可是日方它有一个分析啦，因为美国这一些封锁的话，应该说川普已经把半导体这一种摩擦已经太热了，搞到变成半导体战争。然后 NVIDIA 既然不能够卖到中国大陆的话，反而是让华为应该把整个接手过去。因为我既然买不到你，那华为的话就会生长，那它自然就会长大了。所以变成是一种逆效果了。可是因为它我们刚刚提到这几个晶片哈，就是说大部分都是成熟制成的晶片啊，那为什么还需要这个把美国这些成熟制成的晶片就是免关税让它进到大陆市场呢？因为既然是成熟的话，它还是要一直往上增长，因为虽然说中国大陆它一个半导体而且我们讲那个成熟的技术的话很多，可是你毕竟还是要去进口，它有时候量还是会不够，而且它还是要成熟再好一点点。对，那并不是说很。一般来讲，高阶、中阶还有一个低阶嘛。那我们可能就是成熟可能比较偏低阶，但是中阶可能中高一点点的话，那一些的话还是 NVIDIA 他们做的比较，并不是所谓的中低阶的。所以我们可能认知中低阶，那没有把它想到这一个叫中高阶。OK， 其实大国竞争啊，真的是高手过招啊。刚刚讲说，包括在这个晶片科技上面。现在呢，还有美债要怎么过招啊？美国财政部长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Bessent 啊，他最近就表示说呢，虽然看到最近美国公债的市场有出现波动，但是他并不认为中国大陆会利用手上庞大的美债来作为施压美国的手段，因为到目前为止呢，中国大陆应该是第2大啊，
第3大是英国嘛，第1大是日本嘛，哈。那贝森强调说呢，没有看到中国大陆或者是其他外国对手刻意把美国政府债券市场武器化。那而且呢，从经济逻辑来分析呢，大陆方面如果大量出售美债的话，势必会购买人民资产，导致人民币升值。好，所以呢，料定了中方是不会抛售美债的哈。但这个现在大家也在看一件事情，是不是只是时候未到？常老师怎么看？其实在我的看法就是美中之间呢，不管是关税战或贸易战。我一直认定是一个竞争又合作的赛局，绝对不是说像你死我活这种零和赛局，鱼死网破啊！这个是太伤了，对双方来讲太伤了。所以基于这一种所谓的既竞争又合作的情境，我们可以了解到，就是说中国大陆发展这么久，30几年，好不容易有这么好的成绩，那他们也想要去保持。那相对来讲，就是说，也因为这样，所以他们对世界的各国的资源的依赖是存在的，是包括美国的市场。所以在这种思考的架构之下，他们不太可能跟美国之间完成一个玉石俱焚的这种策略。那是太伤了。那对美国来讲，是说有什么报复的工具呢？太多了，因为中国大陆强大以后就变成说什么，很多资源要依赖其他的国家嘛。所以对美国来讲，你说要那个有哪些工具？我随便举例哈。第一个，我可不可以让在美国上市的所有的大陆的民营企业全部下架？哇，这很伤哦。就要求撤出吗？对，就是你下架，你不能在这里 IPO 了。这对民营企业来讲，集资还有它的供应链国际化很重要。如果这被断掉，这影响很大，很伤。再来第二个是什么？可不可以你这些美元，你中国的这些企业，不管是哪国有民营的，你用美元，以前都是用美元在结算嘛。如果现在把它剔除呢？像现在苏联面对的，你说俄罗斯被踢出 SWIFT 一样，这样 OK， 哇，那杀伤力很大。再来另外一个是贸易脱钩。所以说现在还有一点好像在打架，只是我看起来就是大家预期的以后会往下比较平和一点嘛。那如果真的玩下去，比如说来一个说我把你的最惠国待遇把它废除掉了，哇，这影响很大，这影响相当大。另外一个是比如说像这种技术啦、投资贸易的管制出口更严格的时候，哇，那怎么办呢？对，再来另外一个。对，你可以看得到的。到去年，好，首先就来关心的是美国总统川普，他发动了关税战啊，真的是变来变去。而正当全球都在想怎么样能够来紧急因应的同时，又看到川普他宣布了，除了中国大陆以外，其他国家或经济体暂缓90天。前2天呢，他在出席一场活动的时候呢，说各个国家现在都在抢着排队要跟他谈。我们来听听看他怎么说的。Because I'm telling you, these countries are calling us up, kissing my ass. They are dying to make a deal. Please, sir, make a deal. I'll do anything, sir. 那 Ross 总统在全球面前讲了 kissing my ass 啊，你听到之后的感觉是什么？我觉得他用这个字就是在公开场所接受访问。我是吗？他用这种这个脏话已经习惯了吧？虽然以前总统不会这样，但是川普已经很多次在公开活动用 BS 或 ASS 来讲话，所以已经习惯了。那你听到当下你的感受是什么？他模仿其他国家领导人这样跟他讲话，我真的觉得非常好笑，非常好笑。现在看到哈，这个川普说呢，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在抢着要排队，要谈什么呢？要跟美国谈怎么样来降关税，唯独只有一个国家不买单，就是中国大陆。中国大陆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在4月11号已经正式宣布，对美国关税也将会提高到125%，而且呢强调，鉴于在目前的关税水准下，美国输往中国大陆的商品已无市场接受可能性。如果美方后续对中国输美商品继续加征关税，
中方这4个字是重点嘛，将不予理会。而美国白宫也对外表示，川普对中国目前所寄出的125%关税，并不包括之前因为芬太尼的争议而课征的20%。那么，所以呢，美国对中关税呢，实际上已经是来到了145%。现在就是看到145%对上125%。不过，中国大陆的经济学者有国师之称的郑永年，我看到这2天的新闻，他特别点出。他说，当关税增加到60%或70%的时候，其实基本上跟加到500%是没什么差别了，根本就没有办法做生意，就是脱钩了。好，中方现在也强调了，你美国再加往上加码呢，我已经不予理会了。基本上，中美贸易是不是真的就呈现了一个脱钩的局面？那接下来大家就是比谁的底气足了。朱老师怎么看？首先可以肯定，就是说这一定是一个两败俱伤了。那像郑永年，刚才这个主持人提到郑永年，他过去是主张中国大陆应该扩大单边开放，用单边开放来创造中国大陆成为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市场，进而去决定全世界的贸易规则。是啊，那我想看到现在这个局面，他应该也会蛮挫折的。好，那整体来讲，当然现在这种两败俱伤的情况下，为什么大陆会继续坚持下去？当然很显然，第一个就是说他不愿意示弱嘛，就像川普不愿意示弱一样，两方谁都不愿意做第一个示弱的那个人。那当然两边的这个谈判呢，也出现了一些瓶颈，出现了一些障碍啊，包括这个沟通管道的建立，包括对一些基本问题的看法。不过整体来讲呢，中国大陆大概现在想了几个方法哈。第一个，除了我们看到表面上就是增加关税之外，还有就是动员它的这个民间的力量。像最近有新闻说，好像这个京东的刘强东要提出2000亿的这个资金来协助他这个大陆的企业出口转内销。原来要出口的，现在改而转内销。对。那其实也有一些声音，就是说，大陆的行业协会是不是要去协助这个企业去把这个价格呢，能够让进口商去承担，而不是说自己把那个价格吸收掉。当然，现在这个方法看起来不太当下不太有意义啦，因为现在这么高的关税，贸易恐怕是要停止了。对。但这就牵涉到第三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两边真的没有贸易，那么美元有什么用途呢？对，就是说，一个全世界很重要的一个美元使用国家，可能未来就不需要使用美元了，因为它反正不会跟美国贸易嘛。那这个对于美元的全球持有来讲，其实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冲击，因为大陆这么大一个市场，不只是它是最大的市场，而且它持有了全世界最大的这个所谓外汇存底嘛，它是最大的外汇存底持有国。那这当然也会反映在就是美债的问题如果它抛售美债或对美债做一些比较这个就是说会伤害到美债长期稳定性、长期的这种获利率的这样子的行动，那美国一定也会受伤。对，所以其实当然这一定是两败俱伤。但是如果双方真的都不愿意妥协的话，大概我觉得看起来目前是这个大陆也不是不会让美国受伤，美国也是会受伤的。对，其实就让我们想到小时候曾经听到的一个故事就黑羊跟白羊到了独木桥谁也不让谁，那最后呢看是谁先让，但是如果都不让的话呢，可能2只羊都掉到桥下去现在就看后续的态势会如何发展。我也看到说，川普呢把对中关税拉高到145%之后，面对媒体的询问因为媒体也很关注的是，那对于中国大陆的下一步，美方会采取什么动作呢？他说他很尊重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他也说呢，习近平是他多年的朋友。川普并且说，我认为我们终究会找到对双方有利的方法。我很期待这个潜台词可能是说期待是什么？期待习近平打电话来沟通一下。川普也重申呢，美国希望和中国大陆达成协议，然后又骂，这话锋一转呢，又骂说中国大陆长久以来真的是一直在占我们国家的便宜最近呢，网友呢也就把川普的就是期待习近平打电话来做成这样的一个梗图真的是蛮有趣的就是川普一直在等电话，他一直在强调说，你为什么不打给我？Call me now 赶快打，我在等你的电话，而且不断的透过好几次公开场合的放话说，我这边随时 open 我是随时准备好谈的。可是你可以看到呢，习近平
就是不打，他就告诉你说你在等我的电话，我就是不打啊。那当然最近呢，大家也特别把川普在1987年他所出版的这本书叫做什么呢 ？Trump: The Art of the Deal 交易的艺术。说呢，跟川普谈呢，先把这本书得看完因为你就知道说，川普有的时候他在谈判的过程当中，他的顺序是先把姿态拉到最高，然后呢，慢慢的往下调。所以我想问的是，川普我们看到他单独呢把对中关税，其他国家都不管，他就是把对中关税一下子拉高到145而且他很坚持中方应该要主动去电，要求协商。可是问题就是这样，你觉得习近平会打这个电话吗 ，Ross？ 应该是说迟早他们会通过电话或视讯来开始讨论，或者迟早会是多早？这个很难说，因为刚刚拿到145。中国也刚刚拿到125。虽然我们常常听到美国跟中国有贸易逆差，但是美国还是有很多出口商在中国赚钱，所以他们应该在将来几天会向美国总统白宫反映，我们目前不能再卖出去，我们卖到中国去我们的东西我们也亏钱了。所以，川普一定会受到一些企业大佬的压力，这个或许会 push 他早一点跟习近平通电话，但是到时候应该是双方的发言人，美国国务院或白宫发言人会说，我们是达成一个共识，进行一个电话，一个 negotiation， 一个谈判，不会变成说是他们要去电。我相信双方会避免这个，虽然川普说希望他打给我，但是到时候应该会避免用这种方式来形容。川普很坚持就是要中方一定要主动的去电美方，这是他公开的说法。当然，因为两位领导人都爱面子吧，对不对？所以他们不会在公开的地方会说是我主动打给对方，怎么可能啊？对，所以到时候发言人会说，就是双方的共识，进行谈判，进行电话。那什么时候会做？这个是最大的问号。好，这2天我看到中方的最新态度习近平他亲自就出来，他首度发声。4月11号他说，关税战如果要打的话呢，没有赢家，同世界作对将孤立自己。而且他表示呢，70多年来中国大陆发展始终靠的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从来不靠谁的恩赐，也不会畏惧任何无理的打压。所以，川普对北京的谈判策略究竟是什么？这个 Ross， 你觉得你有看过这个交易的艺术吗？有，当然，就是像你刚刚说，川普通常进行谈判的时候，他是从最极端的立场开始。他做建造的时候就是这样，他要卖什么饭店、赌场，那个时候他也是这个样子了。然后他第一个任期要跟某国家进行谈判，也是这个样子。第一个任期的时候，他也是发动贸易战，跟中国的贸易战，但是后来还是有进行谈判，有达成所谓的第一阶段的协定。所以，川普不排除跟中方进行谈判，而且他也是很希望但是他当然是要从最高的立场，就是关税最高的立场而进行谈判。那当然，我们都希望全球不会进行一个全球大贸易战。当然，这是不是我们要看到的情况。对。但是我刚刚说的，我觉得最难预测是。大概什么时候会进行谈判？没错，很难预测，是因为川普实在太善变了今天说这样子，所以现在大家连这个90天到底能维持是不是真的90天现在都还在观望就想办法能够赶快处理出货的就赶快出确实很善变因为回顾这整个礼拜，川普对等关税最大的转折就是在4月9号这一天，他突然宣布了将75个国家的关税暂缓90天，但是别忘了暂缓90天，可是呢，这90天当中还是有10%的关税。好，那所以只单独呢把对中关税拉高到145%。后来看到媒体也报道了，出现这个转折的重要原因呢，是川普自己也说了他是被摩根大通的执行长戴蒙在接受 Fox Business 就是福斯财经新闻访问的时候的内容给说服。那因为呢，戴蒙警告说美国可能会经
经济衰退。外界呢则是多半把焦点锁定在说最大的推手是财政部长贝森特是他游说了川普，特别呢是考量到美债崩盘的危机跟风险，才让川普最后做出了决定。而无独有偶的，在市场上最近也看到，传出北京方面呢已经抛售500亿美元的美国公债，那么剩下的7108亿美元呢，也将会依照计划逐步的完全出清。另外，中国大陆存放在联准会纽约分行的2262吨黄金也已经运回了北京和上海的金库来进行保管。好，说到了美国的国债，我们就来看一下全球主要经济体现在持有美债的排名。当然，大家都知道前3名呢，最高的就是日本有1兆多。那中国大陆呢是7608亿不过刚刚讲说500亿呢已经分批的把它给卖掉了那第3名就是英国。所以讲到国债呢，这次大家也在讨论一个事情，就是川普发动的关税，其实真正的目的是要解决美债的问题那美债究竟这问题有多严重？安阳老师。第一个就是说，美国从全世界最低的关税就大概3.5%，它现在调到10%就是 baseline。这就基本上把美国变成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一个税率那事实上这是最关键的，它是一个 Nixon reset， 就1971年，它身上最终的目的是一个 dollar devaluation， 就一次性的，然后它不会 lose 它的这个 reserve currency status， 就诚如主持人所说，它把贸易逆差跟美债问题一次解决。那举个例子来讲，台湾32%，最后就是一个10%的 baseline， 可能negotiation 最后是一个20% 的台币升值，所以台币会到27块就是说不可能是0%，因为像新加坡、UK 这些是贸易顺差的国家，都还需要付10%基本上 baseline 就是10%。那再来一个东西，就是说如何解决所谓的贸易逆差的问题，也就是说2个国家之间你的贸易是50-50，你一个要买多东西，一个要卖少东西，再就汇率嘛，汇率刚才讲就到27嘛那买多可以买什么大头？比方说你去买那个 nuclear power generator， 这时候台湾缺电，你就赶快重启核能。再来你去买波音的飞机，发展亚洲的航空。再来你现在卖少到美国，你要怎么做？事实上本质来说，你就美国接单，美国生产这一件事情，你也可以转给台湾生产，但是台湾的改变要从 GNP 跟 GDP 做一个脱钩，就是说你不能想 GDP， 你要想 GNP， 你将来政府可以做的事情，就美国所得免税，台币就可以再过来，这样就好了。对，你看，现在我讲说美债因为美债有36兆多我看有些是讲36.2，有的人是讲到36.5兆美元这么高。那尤其呢，今年9.2兆的美元在2025这一年呢必须要还。到期，那么其中呢，6月份会到期的就有6.5兆美元所以现在大家想的是，如果你是川普的话，你一定要想，我的美债问题实在太严重了这个债务光是付利息就可能喘不过气来。可是刚刚我们提到说，中国大陆呢，他们在减持美债，就是大量，如果真的是大量出清美债呢，我看到有一些分析也是其实也会自伤。为什么呢？因为剩下持有的部位将会贬值。所以继续请教您这个。中国大陆在美债这个现在被认为是川普也好、美国也好的软肋上面它会如何来进行打击？陈如刚才左老师提到，就是说 dollar devaluation 的反面就是人民币 revaluation， 所以人民币要做一个一次性的升值，所以美中要谈，最后人民币会到6块钱那对人民币来说没有差别嘛？就是说人民币要国际化，要发展内需，要变区域霸权，这是最好的。就是说台湾必须要看 GDP versus GNP， 中国大陆要看是 PPP versus GDP。那现在中国是全世界17% 的 GDP， 美国是25%，你一次性升值后，就2个是刚好是一模一样的东西，所以美中是一个婚姻关系就要做个改变。本来是男主外女主内，现变成男主内女主外。过去中国人帮美国工作，卖中国货给美国，美国来印钞票去买，现在就倒过来，美国人要工作了，我在美国生产，让中国人花钱。那过去的 WTO 之前，中国的国策是要脱贫。农民工牺牲了一代3亿人口，是牺牲了一代的青春。现在中国的国策是均富，中产阶级7亿人，所以你现在要倒过来想事情，所以这大概就最终的一个结果。